2025年，中国这台经济机器终于撑不住了。它没有轰然倒塌，却在一点点慢性死亡。公务员降薪，国企减薪，奖金取消，连派出所警察都撑不住了。今年6月，有媒体披露，一位在北京国企工作的职员月薪从6000变成5000，连津贴都没了。妻子所在的民企也通知裁员，7月底走人。北京另一名国企职员更是经历了2轮裁员减薪，工资下滑，餐补交通补贴全取消，工作量却翻倍。原本3个人的事，现在1个人扛。在山东青岛，公务员普遍只发70%薪，而且还常常延迟发放。派出所民警的福利也被削减。广东有法律从业者透露，某地警察年薪从原来的30万骤降至20万，一夜回到解放前。而在央企金字塔顶端的中金公司、国家开发银行也撑不住了。根据公开报道，包括中金公司在内的27家中央金融类企业已被要求设定年薪上限为100万元，高层薪水直接对半砍。浙江省有公务员表示，我们这边公务员平均1年减薪5、6万，处级官员10万起步，副厅级以上能减15万。是的，又减了，上次才减完。而减薪的背后是地方财政全面告急。据浙江省财政厅2024年预算显示，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同比锐减25%，连最关键的卖地收入都保不住了，只能从行政支出下手。财政紧张的多米诺骨牌已经从东南沿海倒向全国。有经济学者直言，政府没钱管人，百姓没人敢花钱。这不是个别事件，而是全社会陷入的系统性紧缩链条。割韭菜已经割不到根了，现在连公务员都赤身上阵。你可能以为公务员是最安全的职业，编制稳定，工资体面，福利优厚，但现实狠狠打脸。3月，北京多家央企进一步下调薪资。有职员透露，去年刚扣福利，今年又减薪5%，从6000跌到5000，连补贴都没了，总降幅超20%。绩效奖金也成历史名词。上海中铁工程局的内部通知曝光，自6月起全员停发绩效奖金。网民吐槽，这不是变相裁员是什么？基层公务员裸辞潮来袭。有公务员爆料，同学考上公务员几个月没发工资，干不下去了。还有人5年乡镇公务员干到抑郁，连续上班100天，1个月才3000多元，忍无可忍裸辞。抑郁、失眠、自杀成常态。有公务员说，单位同事有人输着液也被领导叫回来写材料，已有5、6人猝死或自杀，30多岁的年轻人都扛不住。这不是社会的边缘群体，这是曾经最稳的那一群人。当公务员、国企白领都活成了底层打工人，你就知道这场危机的水有多深。一个数据看清真相，341万人抢4万个铁饭碗，却越来越多人想逃出去。2025年国考报名人数创下历史新高，341.6万人通过资格审查，争抢3.97万个职位，平均竞争比达86:1。这边是卷疯了的考公大军，那边却是宁愿裸辞的现实逃兵。有公务员坦言，我辞职后，很多人说我耻辱，谁先走谁就是傻子，但我不后悔，真的在体制内活不下去。他尝试创业，做自媒体，搞副业，哪怕风险更大，不稳定，但至少不用再在压抑、毫无前景的单位里耗尽青春。这就像一个魔咒，进去的人想出来，外面的人拼了命往里挤。可是铁饭碗不仅生锈了，还可能随时被收走。中央下刀，地方扛不住，全中国正在进入紧缩循环。这场减薪潮的根源远不止企业效益不佳，它背后是一整套崩塌的财政体系。首先，
卖地收入断崖式下跌。浙江2024年土地出让金同比下跌25%，这是地方最主要财政来源的生命线。山东、广东等地同样爆出卖地失败、财政透支。其次，中央现新动真格。自2025年2月起，中央对至少27家金融类央企实施年薪限制，一线高管年薪对半砍，连普通员工也被削减奖金、取消补贴。最后，连高风险岗位也没高收入。一线警察、基层法官、税务系统人员都在降薪，很多岗位不再吃香。这已经不是结构性问题，这是系统性的财政紧缩、信心崩塌、社会透支。从办公室到菜市场，减薪的伤口在全社会蔓延。现在连买鸡蛋都要掂量一下。这是北京一位国企员工的原话。他说，以前不太看价格，现在是每个商品都要对比3家再决定。他不是不想消费，是实在没钱消费了。这个家庭是典型的中产夫妻，都在体制内工作，原本加起来月入过万，是旁人眼中的优质家庭。可从2023年开始，他们每年都经历一次缩水，餐补没了，年终奖砍了，基本工资减少了10%，女儿的补习班停了，现在连房贷都提前准备还清，因为不知道哪天会被裁。他的一句总结令人心碎，不是我们变得节俭了，而是生活把我们推到了墙角。据中国社科院消费者信心调查数据显示，2025年5月，全国居民消费意愿指数仅为89.2，连续8个月处于负面预期区间，为10年来最低水平。人们不敢买房，不敢换车，更不敢花钱旅游。而在高收入都缩水的同时，基层失业率更是一地鸡毛。消费断崖，企业哀嚎，年轻人失业，中国梦成了幻觉。你知道现在的大学毕业生有多惨吗？中国国家统计局早在2023年中就暂停公布青年失业率，直到2024年底才悄悄恢复。数据显示，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重新冲破30%大关，创历史新高。但这只是官方数据的冰山一角。各大求职网站、社交平台上，2025年应届毕业生的字数才真正扎心，毕业1年投了300多份简历，一个面试都没有。我本科211，研究生双一流，月薪3800，还在干实习工。我家欠了几10万外债供我上学，现在让我回去干快递。而更可怕的是，企业自己也在勒紧裤腰带。据工信部数据，截至2025年4月，全国中小企业信心指数降至41.2，连续第6个月低于荣枯线，其中服务业、制造业萎缩最明显。上海一家大型民企负责人直言，不是我们不想招人，是连现有员工都发不起工资了。订单少，融资难，客户不付款，再降价就得关门了。这不是个别现象，这是整个中国经济的骨头在咯吱作响。辞职的人比考上公务员的还多，铁饭碗也挡不住裸辞潮。公务员裸辞过去听着像笑话，现在却成了朋友圈常态。有公务员说得很绝望，不是我懒，是我真的活不下去了。单位1个月发不出工资，他想过撑一下，可同事有人天天去办公室输液，吃抗抑郁药，有人半年猝死，有人直接自杀。我不想有一天死在办公室，还被领导说他工作太拼了。很多公务员裸辞不是因为找到了更好工作，而是因为身体垮了，精神崩了，信念碎了。更可怕的是，你以为体制内还能躺平，其实是又累又穷还不自由。有体制内人士爆料，我5年没休过一个完整周末，连续上班100天，凌晨写材料，随叫随到，拿着不到4000元月薪。他患上轻度抑郁，最终选择裸辞，就算没饭吃，也不能再这样活着。
还有人辞职后转型自媒体人，一开始没人看，但起码能睡个好觉。他拒绝回到体制内，回去我怕我活不到退休。这些曾经为之拼命考上的铁饭碗，现在成了压垮灵魂的牢笼。现实之荒谬，一边是报考热破纪录，一边是体制内人人想跑。2025年，中国公务员报名人数再创纪录，341.6万人通过资格审查，竞争比例超过86:1，热门岗位如税务、公安、银行系统，竞争比突破200:1。与此同时，山东、广东、浙江、辽宁各地公务员群体却陷入普遍的情绪低潮、身体透支、精神崩溃，甚至主动离职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割裂？考公不再是因为热爱，而是无奈。民企大裁员，外企撤退，创业难如登天，父母逼考，体制内好歹稳定，社会告诉你，你再不考就完了。而真正进去了之后，才发现这不是理想的桃花源，而是一间高强度工作加低收入加失控情绪的中年炼狱。更可悲的是，大多数人既不能辞职，又不敢辞职。有体制内人士说，体制内如果你第一个提出走，被视为叛徒、耻辱，领导会冷处理你，身边人不敢跟你说话。他最终还是咬牙离职，因为不想像单位里那几位同事一样，活成一具行尸走肉。一个经济体最大的崩塌，不是数字，而是信心的全面破碎。浙江公务员降薪，山东银行裁员，北京国企取消奖金，广东派出所削减福利，这些都不是孤立事件，而是整个国家财政与信任系统的塌陷。当公务员不再愿意留下来，当企业不敢招聘，当民众不敢消费，当年轻人不再相信未来能变好，那么这个社会的经济想象力已经被压缩至极限。有专家警告，如果过紧日子变成常态，甚至无日可过，中国社会的弹性与信心将会触及底线。而那个底线一旦被击穿，结果不会是简单的通缩或衰退，而是一场全面的结构性信任危机。在中国这个畸形的社会里，当一个连中产都活得像底层，公务员都活得像打工仔的社会，还要求老百姓提高信心，继续奋斗时，到底是谁在讲童话？如果连铁饭碗都快煮不熟一锅粥，那这片土地上的其他人又该靠什么活下去？这场经济暴风雨并不会选择性降临，它正在悄无声息地袭击每一个中国人。